外交部长秦刚于1月9号至16号应邀访问埃塞俄比亚、加蓬、安哥拉、贝宁、埃及和非盟总部阿盟总部。10号凌晨，秦刚在赴非洲访问途中技术经停打卡，在机场同孟加拉国外长简短会见。据最新消息，秦刚10号已抵达埃塞俄比亚，开始对埃塞正式访问。秦刚旅行之后首次出访，受到外界高度关注。中外长连续33年新年首访非洲，是中非不断深化合作最生动的注脚。访非期间，秦刚外长将分别同往访5国领导人和外长、非盟委员会主席举行会见会谈，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9号介绍，秦刚此次访问非洲是其担任中国外长后首次出访，也是中国外长33年来坚持每年首访非洲这一优良传统的延续，体现了中方对中非传统友谊以及中非关系发展的高度重视。访问埃及期间，秦刚外长还将会见阿盟秘书长。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应邀出席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的首届中阿峰会，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对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外交行动，引领中阿关系迈进全面深化发展的新时代。我们知道这些国家呢，是包含东西南北整个非洲大陆，贯穿非洲大陆，而且呢，这些国家都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一些国家，既有大国像安哥拉、埃塞，还有这个埃及，也有这个贝宁这些与我们传统非常友好的小国家。那么其实体现了我们一如既往对非洲的一个重视。那么这是我们推动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一次重要的契机。2023年是中国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依立观提出10周年。2013年3月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题为“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的演讲，用真实亲诚4个字全面阐述了新时期中非共谋和平同促发展的政策主张，并指出中方发展对非关系的力度不会削弱，只会加强。2022年，中方提出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任命外交部非洲之角事务特使，并率先支持非洲联盟加入20国集团，受到非方欢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是秦刚访问非洲行程的第一站。秦刚在埃塞俄比亚访问期间，由中方援建的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大楼也将正式投入启用。该项目将成为非洲设备最完善的疾病控制中心之一，成为中非友谊的又一见证。秦刚和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将共同出席竣工仪式。随着中非合作不断走实走深，一些西方大国开始羡慕嫉妒恨，企图挑拨中非关系，炒作所谓中国债务陷阱，受到非洲国家的驳斥。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特索姆托加查纳卡指出，对双方都没有好处的伙伴关系不会持续太久，中非合作不断深化就是对西方舆论霸权的最好回击。实际上，秦刚也曾主动向西方社会澄清事实真相。去年12月12号，秦刚对美国媒体强调，中国并非是非洲国家的最大债权国。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在49个数据可查的非洲国家共计6960亿美元的外债中，来自多边金融机构和不含中国的私人金融机构的债务额占到债务总量的约3/4，中国债务只占很小一部分。秦刚强调，中国对非投融资给非洲人民带来的不是陷阱，而是福祉。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向非洲提供贷款是完全公开透明的、真诚的。非洲人从来没有觉得他自己陷入债务陷阱，或者说他陷入的所谓的债务陷阱与中国有关。那么第二个呢，我是觉得理解非洲当前的债务问题呢，一定要去看它这个经济结构。事实上，非洲当前的债务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它从债务占 GDP 的比重来说，还是它的绝对量来说，都是不是特别大的。从短期内看呢，今年这个情况下，恐怕和美联储持续加息，以及美国在地缘政治上这种操弄导致的这个地缘政治灾难，恐怕是离不开的。2021年，中非贸易总额超过2500亿美元，是同期美非贸易的4倍。这一数字在去年拜登召开第2届美非领导人峰会期间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实际上，美方对帮助非洲发展一直缺乏诚意。第2次美非峰会距离第1次已经过去了8年。还有非洲媒体表示，要不是中国在非洲影响力上升，美国绝对会遗忘非洲。南非开普敦大学纳尔逊曼德拉公共治理学院客座教授、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前执行秘书卡洛斯·洛佩斯还指出美方的傲慢。
美非峰会上的诸多承诺是在华盛顿预先决定的，而不是通过磋商的。他说，拜登召开的美非峰会更像是一次地缘政治演习，一次摆拍合影。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也认为，美国的非洲战略没有跟上这块大陆变化的步伐。美国应该放下陈词滥调，重新制定对非洲的地缘政治理解，证明重视非洲是源于其内在价值和潜力，而非仅聚焦非洲在大国竞争中的作用。事实上，中国外交部就多次强调，中方乐见国际社会各方加大对非洲关注，但坚决反对把非洲当作大国博弈的竞技场，将对非战略作为遏制和攻击他国对非合作的工具。南非全球对话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指出，非洲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霸凌威胁，拒绝选边站队。美方对非的打压外交不会成功。自从这个特朗普以来，那么其实是美国对非洲市场的这种兴趣也好，对非洲的这种污蔑也好、轻视也好，事实上是其实导致了一个美国投资者对非洲不怎么感兴趣。美国到底能对非洲投入多少？一个是我觉得有待观察，第二个呢，我是觉得不能看他说了什么，还要看他做什么。但是他具体能做什么，也是由他说了不算的。